好的，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有一位新老师来了，哇，太棒了！好，各位同学，新老师的名字叫做 Amanda，各位同学赶快说 Amanda 老师好。好，Amanda 老师，你有没有看到学生的信息？旁边，我这边没有看到因为我看到的你可能要点那个 是我们两 comment，个。你点那个 comment 有没有？旁边有个功能列表，然后最上面那个 comment。按下去之后，就可以看到学生们的信息了。你可以截图给我一下吗？可能他们就这样会像这样子。方便找。OK，我哦，我看一下，看到，好，大家好，我看到大家了。有都有一个，就是是的，大家的是的。话都看得到。好，各位同学，这位老师是 Amanda 老师哦。那 Amanda 老师呢，今天第一次跟理查老师一起上直播课。哇，你看 Amanda 老师好，Priscilla 大家 Amanda 好，大家好，我看到大家的留言了。好，Amanda 老师，这个其实各位同学，Amanda 老师是经验非常丰富的 experienced Chinese teacher 哦。那Amanda 老师还是让你介绍自己好了。各位同学，我们这个听听看 Amanda 老师哦，她要自我介绍一下。好，Amanda 老师，请你跟同学自我介绍一下好吗？好，Hello，大家好，我叫 Amanda。那目前呢，我在越南教中文。我来自中国福建省。福福建，建呢就与台湾隔海相望。嗯，就是 Rich 老师在那边，我在这边。好，诶，那大家呢有所听说过功夫熊猫吗？那在功夫我的家乡呢，最喜欢的就是泡功夫茶、功夫 tea。功夫那茶。欢迎大家有机会来福建做客。好，功夫熊猫，各位听过吧？功夫 Panda，所以 Amanda 老师，功夫熊猫的它的取景，它的故事情节就是在福建那里嘛？我不是很清楚哎。应该是没有，但是我觉得在汉语里面的话，我们可以借用这个让大家去了解。对哦，我觉得各位同学，你们有没有看过功夫熊猫啊？很可爱，对不对啊？好，功夫熊猫，功夫茶很有意思啊。那 对，Amanda 老师，你现在在这个越南，对不对？是的。洗巧，对不对？是不是洗巧？对，好，教这个越南的朋友汉语，对不对？啊、是的，我在越南呢有就是提供私教课，然后帮就是一些小朋友，还有一些成人做一些汉语的启蒙。那 OK，同时，对我自己也有就是自己的一个免费的一个学习群，然后有空的时候呢会教大家跟着大家一起去练习，就是发音，帮助大家做纠音这样。诱因哦。那这个 Amanda 老师，我想问你一下，如果现在这里的学生呢，想要加入你的群组，可以吗？他们也想要，可以啊，非常他们欢迎。他们也想要这个纠正一下他们的汉语嘛？哦，对不对？可以吗？哦，Amanda 老可以的，非师，常欢迎大家。你的群主是在哪里？可不可以告诉大家一下呢？我在 WhatsApp 平台，那么有一个这个免费的一个学习群。我是那打错了，大家可以我是有各个国家的学生在里面。那大，OK，家平时我们会定期分享一些课程，然后包括你有不懂的这个发音的问题，我随时就是看到你的留言，我都会帮你进行纠音。当然，这个是在群里面。那如果我希望的是这个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学习群，然后是免费的。那大家虽然我们说的不好，但是没有关系。那我们在学习别人，也在就是自己去更新自己的一个汉语的水平。我觉得这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很好。那这个各位同学，如果呢你想要加入 Amanda 老师的群组，这里有提供一个链接。这个 Amanda，我们这里的学生都可以去吗？如果他们想要是的，去的话，是的，没问题，对不对？是的，那非常欢迎大家。对啊，那各位同学，Amanda 的群组是免费的哦，
哦。所以如果你们想要一起学习汉语，让汉语进步的话，欢迎你加入 Amanda 老师的 WhatsApp 的群组，好不好？Amanda 老师会帮你纠音，纠正你的发音，他会教各位很棒的词汇，然后还有一些中文学习的心得哦，Amanda 老师都会指导。那 Amanda 老师，你有教私教课对不对？对，是的。那如果有学生想要 one on one，你接受吗？可以的，因为私教课本身就是 one by one，就是说针对大家的学习的一些汉语的水平，然后给大家设计的一些课程。那针对大家的一些困难点，然后我会特别的，就是做一些特别的一个课程设计。可能会，我相信就是大家在免费的平台是非常多的，就是现在的网络资源非常的多，我们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去学习汉语。但是呢，就是私教课相对来说会针对你自己的个人的一个汉语水平，有针对性的去改善，我觉得这个效率呢会更好。对，那各位同学，如果你觉得 Amanda 老师教的不错，你可以呢这个问一下这个 Amanda 老师哦，他私教课的价格或什么，你们在私下问他哦。那这个 Amanda 老师是经验非常丰富的中文老师哦。那如果呢你想加入 Amanda 老师的 WhatsApp 群组，请你自己点这个链接就可以直接加入了哦，是免费的哦，中文学习群组哦。好 ，OK， 那 Amanda 老师今天特别欢迎你。好，那这个好，那这个在上课之前呢，我先跟各位同学讲一下哦，这个各位缅甸的朋友、泰国的朋友，还有柬埔寨的朋友、老挝的朋友，这个昨天理查老师跟婷老师讲到这个男生女生约会啊，然后你们就说，在柬埔寨、在缅甸、在泰国，男生女生约会会在佛寺里面，会在这个佛教的地方约会。那个时候，理查老师就有点在开玩笑了哦，说这个怎么会在那里约会？理查老师要先跟大家说对不起，这个理查老师没有别的意思哦，就是说，其实每个国家的文化不同，像在辽国啦，在老挝、泰国，还有这个缅甸、柬埔寨，在佛寺男女生约会啊，在佛寺约会是很正常的事情哦。所以这个理查老师先跟你们说不好意思，昨天理查老师好像有点在开玩笑了哦，所以请你们要这个包涵一下哦，真不好意思。有人说老师好漂亮，好 OK， 每次有女生老师来啊，都会这个说女生好漂亮啊。微信群啊，Amanda 老师你有吗？微信群？我有微信群的，然后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在我的这个学习群里面，我会单独的，就是给大家。如果大家有这个微信的话，因为有一些海外的这个学生，他们不方便就是有微信的账号。那如果你希望就是微信会比较方便联系的话，也可以为大家单独建立一个平台，这样。好，那这个 Whatjoon， 你就先加入 Amanda 老师的 WhatsApp， 然后呢，再看看大家的需求，好不好？哦，Amanda 老师人很好的哦，都会帮助大家学习中文哦。怎么又有人问啦？我刚刚不是有加入有那个链接了吗？我再给大家一次好了啊。好来，我知道为什么了，因为脸书的朋友我忘记给了那我现在贴在脸书上好了啊。好，各位同学，如果呢你对这个Amanda 老师的这个课程很有兴趣的话，欢迎你加入他的 WhatsApp， 好不好？哦，好的，哇，大家很喜欢呢哦。好，好的，那 Amanda 老师，我们就来上课吧。对呀，很受欢迎。好，那我们今天要上的是 New HSK Level 6第6集。好的，我们今天一样哦，要学习3个词汇，中级词汇 Intermediate 的这个 HSK 第6集。那现在要麻烦一下 Amanda 老师，帮我们念一下这3个词汇。那一个词汇要麻烦您念2次哦。好的，大家准备好了吗？开始喽。开始。波动。好。波动。好，第2个。波浪。
嗯哼，波浪，第三个，波波，哇，Amanda 老师的发音实在太纯正了，authentic，哇，太棒了。好，哇，好多人说第一次来上课。好，OK，那这个我们看一下啊，我们第一个词汇叫波动。这个 Amanda 老师，我想问你一下，这个波动如果我们用中文解释的话，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波动呢，就嗯哼，是我们平时说的一个变化，啊，变，高低起伏。比哎，对，如说我们的股票，比如哦，说我们股票，的价格，对，价格，对，啊，对对对，就是波动不定，它不是一个有规律的一个状态，但是它一它不是，定是有高有低。对，不是固定在那个地方，对不对？是的，波动的意思就是像，哇，我觉得 Amanda 老师说的很好，像我们说这个 stock 股票，或者是价格，对不对啊？数字价格之类的啊，这个股票会起伏，这个我们叫波动，会这样一下低，一下高，一下低，一下高，这个就是我们中文说波动。所以各位同学，你看这两个图，波动就像这样，就像这样起起伏伏，高高低低，这个就是我们中文的波动，哦，波动的意思。其实波是那个有点像海波，对不对？哦，对，海波就这样子。会这样，哎，对不对？海波都是这样子的嘛，海浪那个 sea wave 就像海浪一样这样子嘛，所以波动是一样的意思。波动好像海浪一样这样动着，要一直在动，所以波动就是这样，这就波动，高高低低，高高低低的。好，波动。那我们看一下啊、哦，波动这个词特别会用在 prices，像刚刚这个 Amanda 老师说的价格，或者是 emotions。Amanda 老师，什么叫 emotion？中文要怎么说 emotion？emotion 就嗯，是指的是情绪。今天我们开心还是不开心？我好难过，还是我对，很伤心？嗯，对，happy unhappy 就是代呀，表一个情绪，或 那 upset 我很生气这种对状态。对，所以刚刚 Amanda 老师说的，有时候你 happy 好像很高的感觉，有时候你是 sad 好对像低，高高低低，所以情绪 emotion 也可以说波动，情绪波动可以。还有 number 是数字，数字也可以波动哦，高高低低的。好，那我要麻烦一下 Amanda 老师，麻烦你念一下这个句子，念一遍就可以了哦。好，好的，李娜最近情绪波动很大。好，波动就是这样子的动作，对不对？它是个动词。那波动很大，就是哇，不只是这样，是这样子，对，波动很大。他的情绪是这样的，一下很高兴，一下很伤心。哦，好，最近的话就是最近一段时期，最近一段日子哦，最近就是 recently。好，李娜最近情绪波动很大。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她的情绪一下这样子，一下这样子，一下快乐，一下伤心，不稳定。她的情绪很不稳定哦，高高低低。好，各位同学，这样你们知道波动的意思了吧？哦，好，波动是不是高低不稳定？Amanda 老师，你觉得呢？是的，它嗯，跟这个不稳定，跟这个波浪的这个状态，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的波浪也是不稳定的，它没有一个规定说一直是这样，这样对这样，没有一个节奏，它是对不稳定的状态。所以这个词呢是一个抽象词，就是对一个我们可以靠这个意会这个一个实际的一个波浪的状态去想象，就是会运用这个词是一个抽象词来的。对。那各位同学，你去海边，你去海边的时候看到波浪，是不是都会这样这样，对不对？波浪不会是这样而已嘛，一定是这样子的。所以波动就是这样子哦。好，OK，好。那这个Amanda 老师，我们有时候也会 check 一下学生的句子。你觉得这个刚简的句子可以吗？你可以先这嗯，个念一下他的句子看看哦，看得好，到？我再念一遍。好，李娜最近情绪波动很大。好。
没错。那这个刚健的句子，那个 Amanda 老师，你有看到这个放大的字吗？有的。有。那你这个是学生的造句，你可以帮他 check 一下，看写的好不好啊OK，现在他的生活波动很大。可以吗？这个句子好不好？我觉得这个生活其实我们没有波动，这个生活就是一个 life，OK，刚简说的呢，我想他应该理解了波动的意思，但是在汉语里面我们会说他的生活状态是代表一个这个状态，状态起伏很对，大，是的，是的，所以所以我这个刚们可以说成现在他的生活状态波动很大，对刚健加个状态会好一点因为生活是 life，但是状态有点像那个 status， 有 life 对 status， ，status，life status。波动很大好，OK，那这个，所以各位同学，你可以用在情绪上面，用波动，用波动。好，我们往下看那我们现在可以用波动的东西，可能有哪一些词汇？那我们这边做一个介绍。我们这里先麻烦一下 Amanda 老师帮我们念一下这些词汇我们第一个是好，第一个词情绪，然后我们可以说情绪波动很情大，绪波动很大。所以它是什么意思啊？情绪波动很大的意思应该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情绪波动很大，就证明说他的心情一会儿高兴，一会儿又很郁闷、不开心，就是不稳定的状态。这是指的一个 emotion status，就是他 unhappy and after a while and happy。OK，this is not stable。OK，是有起伏的波动很大。情绪那我们波动很大。对情绪波动很大，那我们也可以用在哪些地方呢？像 price， 像我们中文这个要怎么念？这个要第二个词叫价格，价格，价格，对，或者是说物价，价，物价。好，那这个 Amanda 老师，我们说波动很大是像这样，对不对？对。那如果只有这样而已，对不对？我们只有没有很大，对不对？我们只有这样子，对，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波动不大，对不对？波动是的，所以我们怎么说？价格波动不大，就是这样而已，可能2块3块这样波动而已。对，你也可以说价格波动很大，可能20块300块，20块300块这样子好，是的，是的，情绪还有价格，那数字也可以，对不对，老师？数字也可以是的。那不过我们这里另外一个词汇的用法，波动可以当名词，所以我们可以说产生很大的波动。那它跟波动很大的意思是一样的，对不对它跟波动很大的意思是一样的。好 ，OK， 所以各位同学，我们能够用波动的就是这些词汇比较常用的了好，那 Amanda 老师，我想请你再把这些词汇念给学生听，让他们听听看要怎么发音比较正确好，要麻烦你。好的，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刚才的词汇。好，第一个情绪，好，然后我们可以情绪波动很大，对，好，情绪波动很大。好，第二个呢？价格，对，价格波动不大，不大，这个时候就这样而已，对，不大，不大。我们也可以说物价啦，对不对物价，对，我们也可以说物价波动不大，就这样子而已，没有很大。然后最后我们还可以说这个，我们可以说数字产生很大的波动，对，数字产生很大的波动，那其实就是波动很大的意思波动很大的意思。这个 Amanda 老师，我觉得我们要给学生考试一下，确定他们知道怎么使用波动这个词汇。好，所以我现在呢，给各位同学一个 quiz 这个考试来了。Amanda 老师要请你先念一下这个小句。好，
我来做一个示范。好，新冠病毒的疫情。好，那这边呢，要请各位同学 put the words in order。那 Amanda 老师要麻烦你先把这个单词先念2遍给学生听，好不好？来，第一个是好的，第一个使，第二个产生，第三个很大的，第四物价，第五波动。好。哇 ，Amanda 老师的发音非常的标准哦，而且他念的比较慢，让大家听得懂那个音要怎么发。中文啊，发音是最难的，尤其那个音调哦。好，那各位同学，你们答案写出来了没有？好，新冠病毒的疫情，然后这边要怎么排列呢？新冠病毒的疫情，哇，已经很多同学写出来了。好，看一下 Samuel 的句子好了。这个 Amanda 老师，你可不可以念一下 Samuel 同学的句子 OK， Samuel， 使物价产生很大的波动。波动不是 Samuel 是波动，波浪，不是波浪，okay. 是波动哦。新冠病毒的疫情使物价产生很大的波浪。波动吧，对不对哦？应该 Samuel 你打错字了哦，你自己改一下吧。好。那对，我想他说的是波动的意思。对，他打错字了哦。好，那我们看一下 Code 2写的对不对？要麻烦 Amanda 老师帮他念一下。OK， Code 2说，新冠病毒的疫情使物价产生很大的波动。哇，不错，很棒哦 ，Code 2你写对了哦。好，那我们正确答案就是，我来找一个同学，整个句子都写出来的，好了，阿能。好，我们最后正确答案念一下阿能的句子，他答对了。好，麻烦一下 Amanda 老师念一下句子。好，阿能说，新冠病毒的疫情使物价产生很大的波动。没错，很好，阿能太棒了，他写了完整的句子哦。对啊，阿能很棒，把完整的句子都写出来了哦。新冠病毒的疫情使物价产生很大的波动哦。好，波动就是这样子了，好像波浪一样，起起伏伏，高高低低的哦。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第55个词汇，叫波浪。波浪，这个 Amanda 老师，波浪用中文要怎么解释呢？波浪，波就是代表的是这个水波，这样。浪呢，就是一浪接着一浪，这样，就像大海一样。对，各位同学，你想象得到？对呀，各位同学看到这个图就知道了，波浪就是像这样子哦。那个波浪就是这样，啪啪哦，海边都有波浪，对不对哦？波浪，好，其实波浪的意思跟海浪有一点像了哦，就是这个海的浪都是像一阵一阵一阵的哦，这个叫波浪，波浪。好 ，OK， 那我要麻烦 Amanda 老师帮我们念一下 example。好的，巨大的波浪冲击着岩石。好，巨大的，哇，巨大的就是比大还要更大，对不对？哦，巨大就是这样大，可是巨大是更大哦，巨大就好大好大这样子哦。巨大的波浪，就那个浪很大很高，冲击着。这个冲击要怎么解释啊 ？Amanda 老师，这个是比较深的哦，比较困难的。冲击要怎么解释啊？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想象成冲击，这是2个动作，一个是冲，然后呢碰撞产生了击，对，冲击，一个人在前面冲，一个人就是被冲跟被击的一个动作。冲有一点是这样哦，就是很快的速度，冲就是很快的速度这样子，击就是撞到了。所以很快的速度，然后撞到了，这个就是冲击。
所以这个波浪冲击着，这是岩石 rock， 所以巨大的波浪冲击着岩石，就是像这样冲，然后打到了，撞到了，击，冲击的这个感觉哦。好，所以冲击常常会用在波浪跟石头上哦，波浪冲击着岩石哦，所以冲击就是很快的速度撞到一个物体，这个叫冲击。很快的速度撞击到一个物体，这个叫冲击哦。好 ，OK， 没有问题，我们就往下看喽。好，那我们要给各位同学考试了。那一样要麻烦 Amanda 老师帮我们念一下我们的小句。好的，暴风雨过后，好，那我们这里有一些词汇，也要麻烦这个 Amanda 老师念2遍。好的，第一个，海上，海上；第二个，平静，平静；好，再来。第三，波浪，波浪；好，最后。第四，下来了，下来了；好，最后一个。五的的，好，那各位同学，我们答案要选什么呀？暴风雨过后要怎么选？那个 order， 好 ，put the words in order。好哦，海啸啊，有同学说海啸，海啸就更大了，对不对 ？tsunami， 哦，海啸就是 tsunami 没错吧？海啸是更大的波浪了哦，那边很大的海浪哦，叫海啸。好哇，好多人答案写出来了。这个 Amanda 老师，我觉得安蕊的句子最完整了，我们来念念他的句子好不好？好的，安蕊说，暴风雨过后，海上的波浪平静下来了。哦，这个句子很棒哎，我觉得对，真的好完美，很完美哦，非常棒。安蕊完全没有错误哦，太好了。好，那我们再找一位同学，这位同学好像是新同学啊。好 ，Chickies， 好 ，Chicky 的这个句子一样要麻烦 Amanda 老师念一下。好的 ，Chicky 说，暴风雨过后，海上的波浪平静下来了。好，这个句子没有错误，但是有一些错字哦。这个不是破浪，是波浪哦。好，那暴风雨过后，我觉得加个逗号会更好。暴风雨过后加个逗号，海上的波浪平静下来了。好哇，大家都答对了，好厉害！好，那我想大家都没什么问题啦，都答对了哦。好 ，OK， 好。那这个我们最后再把白马的正确答案念一遍好了。我们要麻烦一下 Amanda 老师。OK，Pema 说，暴风雨过后，海上的波浪平静下来了。好，平静的意思是什么呀？就是好像就本来是这样，对不对？现在就变对暴风雨本来是哇，现在变这样了平静了。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情绪平静下来了，也可以啊。所以这个平静跟这个刚刚讲的波动有一点相反的意思啊。平静就是波动，平静哦。所以平静，各位同学你也可以把它学起来，就是 calm down、quiet 的感觉哦。好，平静下来了。你也可以说理查老师的心情平静下来了，刚刚很 emotional 很激动，现在平静下来了。跟新老师合作，理查老师好紧张哦，情绪波动，但是现在呢，好多了。理查老师的心情平静下来了哦，没有那么紧张了，心情没有那么波动了哦。好 ，OK， 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啊。为什么有时候这个的发音是 d？ d 的话是那个这个，其实这个很复杂了哦，对不对？这个的用法很多。这个 Passy 老师到时候啊，再给你一个这个资料哦。其实我们有有3个的，用的方法都不一样。这个解释完可能要2小时吧哦。Passy 老师到时候再给你一个资料哦。好的，没有问题，大家都会了哦。好，那我们再往下看。
好，我们看第56个词汇叫播。播，好，这个 Amanda 老师播的意思太多了，对不对？哦，播这个字要看语境，要看你的这个语境，然后呢还要看你用的地方。播的这个用法很多，我们今天把最重要的几个用法介绍一下啊。好，那我先请 Amanda 老师帮我们念一下 example sentence。OK， 农夫在农田上播下了种子。好，农夫就是 farmer 哦，农夫就是种田的人，叫 farmer。在上就是英文的 on a place 啊，在上啊，农田就是 farm 哦，农田播下。好，这个动作就很有意思了。我们要怎么？这里的播是什么意思？播下了种子，种子就是 seed 哦。我们种东西要有一颗一颗的种子，对不对啊？好 ，Amanda 老师，这里的播是什么意思啊？这里的播是什么意思？这里的播呢，就是指的是一个动作，就像这个图片一样，是一个动作。他把这个种子呢，就是撒在了田里，这是一个动作。那我们可以理解成种啊，对，种下了种子也可以，对不对哦？种是的，对。那这个其实刚刚呢，Amanda 老师特别有讲到一个字叫撒，哦撒。好，我把它打出来给大家看。撒有点像是你把种子拿在手上，然后这样撒出去的感觉哦，撒出去。好，那所以各位同学，播的第一个意思呢，特别用在种种子，就是你拿着种子撒出去哦，把它种下去哦。所以这个播特别是这样，好像感觉是你拿了种子这样撒出去，这个就是播哦，播。好，这是它的第一个意思。好，各位同学了解吗？播的第一个意思就是你拿着种子撒出去，种种子哦，这是第一个意思。播的第一个意思啊。好，那不过播的意思特别多，我们不只有这个意思，我们还有好多意思哦。我们再往下看，我们把所有常用的播都把它 list 出来哦。好，那我要麻烦一下 Amanda 老师念一下这些常用的词汇，这些词汇蛮常用的哦。好，我们第一个是好，第一个直播哦，直播，好，直播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对我们现在就是 live streaming 哦。诶 Amanda 老师，你有直播过吗？这是我第一次，就是跟 Richard 老师就是做直播的平台，但是我觉得跟大家在一起直播的这个感觉真的是蛮开心的，有意思，对不对？你看学是的，生啊，蛮好玩的。对啊，你看学生都给我们很多句子啊，是没有时间看啊，不然的话可以看一下学生的句子。好，直播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啊，我们在直播啊，live streaming。还有第二个要麻烦一下，好，第二个播种，对，播种，好，播种就是像这个图一样，农夫拿着种子就种下去，打出去，这个就是播种哦，播种就是像这个动作叫播种。好，再来呢？主播，主播，主播是 anchorman， 就是主播。有没有看到这个图啊？怕你们不晓得什么叫主播。主播就是什么叫主播啊？Amanda 老师，怎么了？好 ，Amanda 老师，你可不可以跟同学解释一下，主播是怎么样的一个职业呢？主播是怎么样的人呢？这个主播呢，其实本意它就是从这个引申，就是从播种的这个引申来的，就是这样去撒种，就是广而告之，把他的这个 information 就是告诉给所有的大众。所以呢，他就是一个key person，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去做这个podcast 的动作，所以我们叫他叫主播。那其实对 Amanda 老师说的很好，农夫要播种，他撒的是种子，
但是主播撒的不是种子，是 news。主播撒的是 TV news。他撒的是新闻。所以主播就是像各位同学，你们现在看到这个图，主播就是坐在主播台上面播报新闻的人，这个叫主播。主播好 ，OK。主播我们也很常用主播就是 anchor man anchor。好，最后一个呢，要麻烦一下 Amanda 老师。好，播放。哇 ，Amanda 老师，播放这个词常不常用啊？对，这个是非常常用的。我太常用们在用到手机听音乐的时候，经常会有这个播放。对，对，我们来播放音乐吧。就是你要 play music。我们来播放歌曲吧。我们来 play songs。所以播放很常用，尤其大家现在都有手机了，你会常常播放音乐、播放歌曲。所以播放这个词大家可以把它记起来。to play music or play songs。好 ，OK。所以这4个词汇呢，跟播一起使用的词汇，请各位同学把它记起来，很常用很常使用好有同学说广播。Amanda 老师，什么叫广播呢？广播呢，跟这个播放呢，就是广播其实就是在叫广而告之的意思，就是告诉大家，也是一个叫做播放，也是一个播放，但是呢，它在用作名词比较多。对，没错。广播我们可以说像 radio 也是一种广播吧。radio 对 radio 的收音机那种也是广播。好 ，OK。可以说播放游戏吗？这是阿能的问题。Amanda 老师，你觉得呢？可以说播放游戏吗？我觉得这个播放其实我们用在音乐或者是说新闻会比较多，但是播放游戏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理解成就是在线的这个游戏。如果是播放的话，其实是播放一个游戏的一个过程，就是如果是我们正常是说用在音乐或者是说新闻比较多，一般我们不会说播放游戏。一般我觉得不用的太会说，也少，除非这个游戏正在直播啦，除非这个游戏正在直播。一般我们不会说播放游戏，对不对？我们一般会说播放歌曲、播放音乐这个比较常用好，或是播放节目也是可以。对，播放节目这都很常用。但是比较不会说阿能，我们比较不会说播放游戏不会播放。对，一般游戏是很少用播放的。一般是音乐、歌曲、节目之类的Mary 说：“这个主播这个直播的主播很帅，这个直播的主播很帅。这个 Amanda 老师，我问你，你们那边说不说直播主啊？我们很少这样说，我们可能会说博主，然后或者是主播。如果是主播的话，我们就知道他是一个直播的一个这个或者是说一个职业。对，他可能是直播是新闻节目的，对，新闻节目的直播，然后他是里面的一个主播。那如果是像我们这样，我们可能说博主，对不对？博主是的，博主好 ，OK， 好的，大概大家懂意思了。好，那我们再请 Amanda 老师念一遍好了，让大家熟悉一下它的发音好，直播，直播。好，播种，播种，主播，主播，好，播放，嗯，播放。好 ，OK， 很常用哦，各位同学把它记起来好，那我们看一下下面的。好，那这里有一个题目给各位同学考试咯。好，我们这个播其实有 play music 或 play songs 的意思。那现在呢，有一个句子，要请各位同学把句子写出来。那我们先请 Amanda 老师帮我们念一下这里的词汇。好，第一个，正在，正在。第二个，电视上，
电视上。好，第三，播播。好，第四，主播主播。第五，新闻新闻。好，OK，这个题目应该不难哦，各位同学，你们可不要答错了哦。那个 OK，好，各位同学，请你们把答案写出来吧。好，在各位同学写答案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刚简的句子，要请这个 Amanda 看一下她的句子写的到底对不对呢？好，我们先来念一下它的完整的句子，好，大家听一听。的时候，我觉得不高兴，喜欢播放音乐。好像有一点点问题，对不对啊？这个要怎么修改它比较好呢？这个我觉得我先试试看好了哦。如果刚卷你这个句子有一点语法上有点不太好，你可以说我觉得不高兴的时候，我喜欢播放音乐。不过我会用我喜欢听音乐了。哦，我觉得不高兴的时候，我喜欢听音乐。哦，我觉得不高兴的时候，我喜欢播放音乐。我觉得也可以啦，比较正式了一点哦。我觉得不高兴的时候，我喜欢播放音乐，或我喜欢听就可以了，听音乐哦。好的，那这个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题目来吧。哇，好多人已经把答案写出来了耶。这个我看看哦。好，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位同学的叫 Rohan 同学。好，那这个 Amanda 老师，你可不可以念一下这个 Rohan 同学的句子？好 ，Rohan 回答说，电视上正在主播新闻。好像有点奇怪。好，没有关系，我们再看另外一位同学的好了。Sikon 的句子应该比较好了啊。好，要麻烦一下 Amanda 老师。主播正在播电视上新闻。我正哎，在，好像也可以哦。对，好像也可以耶，也听得懂。可以哦。Sikon，你的句子不是我想的句子啊，不过我觉得好像也可以。主播正在播电视上，不过我加个的，主播正在播电视上的新闻。这样的话 ，Sikon 你的句子也可以。不过 Sikon 你的句子不是我想要的答案。我看看还有谁的答案是我想要的答案哦。好，好，裴静的好了。好，要麻烦 Amanda 老师看看他的答案对不对？好，裴静说，主播正在电视上播新闻。有那么点意思。Amanda 老师，你觉得他答对了吗？我觉得他答对了。好，Amanda 老师说答对了，好，恭喜裴静，就是这样说哦。好，那我们正确的答案呢？来，我们就让玉珠的这个正确答案成为我们的这个把正确答案再念一遍的这个的句子好了。好，来，要请 Amanda 老师念一下。玉珠的句子。主播正在电视上播新闻。好，这个句子很棒啊！主播正在电视上播新闻。像我们中文的正在就是有点是 progressive tense， 就是进行式。正在表示你现在正在做一件事情啊，正在就是我们英文说的进行式啊，你正在做一件事情。好，主播正在电视上播新闻。好 ，OK， 太好了。那么我们再往下看，那这个 Amanda 老师，我们现在呢，我们上课的惯例就是呢，学生已经学会了3个词汇了。第一个叫波动，第二个就是波浪，海的波浪或湖的波浪。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是播。对，那播我们有直播，我们有考自己的记忆力，直播，还有主播，还有播放，还有播什么？播种，还有播种。我还记得，还好哦，没有漏气哦。好，那各位同学，
现在要来考试喽，现在要考试喽，我们有3道题目给各位，那我一样要请 Amanda 老师帮我们念句子喽。好，那 Amanda 老师我们就开始吧。好，我们开始喽。好，那要请 Amanda 老师念一下我们的考题。好，麻烦。好，句子是：台风来了，海上的so and so 又大又急。答案是什么？台风来了，台风来了。诶，对了 ，Amanda 老师，你住在福建，会不会遇到台风啊？夏天的时候？因为我的家其实福建呢很大，它有闽南、闽北、闽东、闽西。那正常闽南受台风的影响会很大，比较大啊。对。那 Amanda 老师，你住在闽的哪里？我在闽北。闽北有靠近武夷山，然后呢那里有很多的山，会挡住台风。对。所以闽北是比较不受台风影响的。是的。了解。好，那台湾就不用讲了，一定是受台风的影响的。好，台风来了，海上的什么又大又急？好，这个动作就已经知道答案了哦。好，是波动还是波浪还是波呢？我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啊，都出来了，波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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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波浪。好，全部都是波浪了，那这个就没有问题了，一定是波浪了。那我们看看，我们用啦啦 Lily 的句子来把正确答案念一遍好了。好，要麻烦 Amanda 老师。好，啦啦 Lily 的句子是：台风来了，海上的波浪又大又急。好，又怎么样？又怎么样？就是 means，应该是 adjective and adjective 的感觉哦。形容词 and 形容词那这个是又形容词又形容词我们会这样用。好，第一题大家都答对了，太简单了。这个 Amanda 老师，我们下一题要出难一点的考倒他们。我也觉得考倒他们，太简单了。大家做好准备没有？有没有被我考倒的感觉了？好，来往下看。好，下一题其实也蛮简单的。好，来要麻烦一下我们的 Amanda 老师。好，收音机，好，这我最喜爱的歌曲。好，收音机就是 radio， 对不对这个图里的就是 radio 收音机这个我年轻的时候也蛮喜欢听收音机的，很喜欢听这个。对，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听收音机收音机这我最喜爱的歌曲。最喜爱就是 favorite favorite 最喜爱的 favorite。好，那各位同学，我们有一个 keyword keyword 就是歌曲。好，答案是什么？播，全部都选播放。这个 Amanda 老师，如果这题答案一定是播，没有问题了。那如果像安蕊说的播放可不可以呢？如果我们用播放这个句子可不可以？也是可以的。可以所以各位同学，我们的答案是播。那因为我们刚刚学到播放，你也可以说播放着你可以说播放着，你也可以说播着，都可以是的。两个都对所以这里的播其实是播放的意思，它不是播种的意思它是播放 play 的意思。好，这题也太简单了。好，那么好，要麻烦 Amanda 老师，因为我们的 Jessica 答对了。好，Jessica 的句子，来，我们来读看看，让大家听一听。好，收音机播着我最喜欢的歌曲。好，它好像多了一个这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就是多了一个字而已，对不对？我想它应该是 key 那个 key 错的原因。对，多打了一个字。好，实际他掌握了。对，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Jessica 很棒收音机播着我最喜爱的歌曲。好，这个 Amanda 老师我觉得有一位同学问了一个蛮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这个 greatest pianist 他问的这个问题。我们说播放着，我们可不可以说播着放？
其实这个是很少用的，就是如果我们口语上来说的话，播着放，其实这个是倒着的，因为播本身就是播放的意思，你可以说播放，或者是播着，就是一般不会说两个动词之间中间会就是夹着一个遮，这个是我们平时口语上用法是不会这样用的。对，所以 greatest pianist 这个我们其实几乎是不会这样用。你可以说播着，你也可以说播放着，但是不要说播着放。对，着放在中间好像很少很少。好 ，OK， 大家都答对了啦几乎都答对了好，没问题咯。好，那我们第3题一定很难第3题啊，非常非常难，我们看一下。好 ，OK， 真的很难了。我们请一下 Amanda 老师念一下句子。好的。发生政变后，物价产生了巨大的什么？好，各位同学，这题有一点点难，好，发生政变后这个政变比较难解释。政变可能是这要怎么解释啊？安达老师，政变，缅甸好像前一阵子发生的政变缅甸前一阵子发生的政变政变就是政治情况改变了那可能有军人可能有军人吧干预了政治政变政变。好，缅甸前一阵子就发生了政变，发生就是 happen。occur 发生政变后有点像 after 发生政变后物价 price 产生了巨大就是 huge 很大很大巨大的什么？好，那各位同学，发生政变之后经济一定不稳定经济一定会不稳定，所以物价会怎么样呢？好，我们看看各位同学的答案。哇，怎么会有人写菠菜呢？怎么会有人写菠菜呢？不是菠菜好，波浪，怎么你会选波浪呢？好 ，OK， 我们看一下哪个同学的句子可以读一下。好，我们念一下这位同学的句子好了。好 ，Aziz 的句子。好，麻烦一下 Amanda 老师。好的 ，Aziz 说，发生政变后，物价产生了巨大的波动。Amanda 老师觉得他写的对吗？回答正确。标准答案。发生政变后，物价产生了巨大的波动，波动就是高高低低高高低低。好，这题的答案我想已经没有问题了，一定是波动好，那我们看一下阿能有问了一个问题，政是政府吗？政府来给，应该也政府或政治啦，应该都有这个意思政就是政府或政治，应该都有这个意思好，阿能，你这个政可以把它想成是 government， 也可以把它想成是 politics 都可以。好 ，OK， 那这个 Amanda 老师最后我们念一下雅正的句子好了，因为他的答案应该是标准答案了好。雅正说，发生政变后，物价产生了巨大的波动。好 ，OK， 没有问题了。好，我们的答案就是波动产生了巨大的波动。好，各位同学，我们今天3个词汇：波动、波浪，还有波。好，希望你们有理解了，希望你们已经会使用它们了好，那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了。Amanda 老师，第一次上课有什么心情？跟各位同学分享一下吧。我们学生还不错，真的，我觉得他们我觉得好棒，真的。Amanda 老师，你今天第一次上课有什么感想或有什么心得，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里呢，我非常的开心可以认识大家，然后有这个机会呢 ，Rich 老师提供了这个平台，让大家认识了我。其实我觉得学汉语呢，我觉得我非常开心的是，我们用这种方式去让大家更好的去理解汉语。其实这个汉语
也不是那么难，对不对？你看大家已经学了 HSK6，其实我觉得大家今天的回答也都非常的棒。那我不管就是说这个回答大家正确还是错，我们都是在互相学习的过程。包括就是我跟 Rich 老师，其实也是在互相的在学习交流。然后呢，你们也教会了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去把这个汉语呢这件事情做得更好。对，没错，Amanda 老师很棒哦。那这个各位同学，其实呢，我们这个很多中文老师都非常的热忱，非常热心。像 Amanda 老师呢，他就创了一个 WhatsApp 的群组。那所以各位同学，如果你们想要进一步的跟 Amanda 老师学习中文的话，欢迎你们加入他的这个 WhatsApp 的群组，是免费的哦，是免费的。那我再把链接告诉大家。请各位同学一定要去加入哦，因为有很多人在跟 Amanda 老师学中文。那这个同时啊，也很多学生问到说：“哎呀，老师你的微信号可以知道一下吗？”那各位同学就请你先加入这个 Amanda 老师的 WhatsApp 之后，然后如果有需要，Amanda 老师可能会再创一个微信的群组哦。你们先加入他的 WhatsApp 哦。因为他的 WhatsApp， 这个 Amanda 老师啊，我想知道一下，你 WhatsApp 里面有多少个学生在里面呢？现在的话，WhatsApp 应该差不多有接近，一个群大概有将近200100多人了吧，但是2个群加起来差不多接近200人。哦，所以你的 WhatsApp 群组有2个群，你创了2个，是的，因为太多人了，对不对？太多人了。对。那你这样子会不会很辛苦很累？要管理2个 WhatsApp 的群组？其实还好，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呢可能没有固定的时间，因为大家很有趣的是，大家学汉语来自不同的国家，然后大家的这个 time zone 时间都不一样。可能我跟大家说早上好的时候，别人就会跟你说 good night， 然后我觉得很有趣。但是我觉得呢，就是我有空的时候，我就会定期的去告诉大家说，今天我们来学拼音好吗？还是今天我们来学汉字，或者今天我们来学口语，然后我会把我知道的分享给大家。那可能大家可能刚刚起床了 ，get up， 然后呢看到我的 message， 他就开始练习了。那我觉得这个状态就很好。那你们的所有的录音跟这个practice， 我都会就是当我看到的时候，我都会就是及时的去给大家做一个纠正。可能不是 always on time。但是呢，我会 available time and answer。太棒了！那各位同学，因为理查老师是没有微信的，也没有 WhatsApp， 所以呢，各位同学想学习中文的话，欢迎大家积极的加入 Amanda 老师的 WhatsApp， 然后呢，也可以跟他一起学习哦。好，那哇，好多人已经加入了，你看哇，加入了啊，我已经加入了，好多人都加入了啊，太棒了，太棒了！认识大家很开心，谢谢大家。好，那这个 Amanda 老师，我们下次有机会的话，我们再一起来上课，好不好？哦，特别欢迎。谢谢 Rich 老师。不会。那各位同学，你们记得要去Amanda 老师的群组哦，好，去跟他 say hi， 跟他学中文啊。好 ，OK， 那 Amanda 老师，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里，我们下次有机会呢，我们再一起来上课。好的，大家再见，晚安。好，下次见喽，拜拜。好，拜拜。好，那各位同学，刚刚呢 ，Amanda 老师跟我们一起学习中文，喜不喜欢她？你看 Amanda 老师啊，我觉得她是经验很丰富的中文老师 ，experienced， 因为她可以纠音，纠正你的发音，而且呢，她非常有耐心。你看一个群组100多个人，200多个人，要是理查老师啊，不敢，太多人了，我一定不敢的哦。所以 Amanda 老师一定非常有耐心。你如果有使用 WhatsApp 的同学，赶快加入这个Amanda 老师的群组，跟他一起学习哦。好，哇，好多人都加入了，太好了。好，那今天就上到这里了。我们明天是聊天课，欢迎大家跟我还有田老师一起 chit chat， 一起聊天。各位准备一下哦，明天我们来聊天。好，明天见喽，拜拜。